你父亲那么厉害，为何不救你母亲？老猫问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父亲做事，我向来捉摸不透，但我不管他为何，我必须去找我母亲。老猫，我虽不知你现在是何修为，但我知道你现在实力很强，所以才想让你帮这个忙。这就是我想说的事。你若帮我，我会念你的情；你若不帮我，也是情有可原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楚风目光十分真挚，而这也是他的真心话。哪怕老猫的骨骸是其父亲恢复的力量，哪怕就在先前本可杀了老猫的他，却选择救了老猫，无论是其父还是其自身，老猫都欠楚风人情。可楚风依然觉得老猫有拒绝的权利，因为说到底，楚风没有杀老猫，也有自己的考虑。至于老猫，则是沉默地低下了头，且沉默了好一会。楚风也不催促，静静等待着老猫做出答复。终于，老猫抬头望向了楚风，这件事不急，我等一下给你答复。在此之前，先把那些忘恩负义的畜生们处理了。随后，老猫便命令远古战族族长通过阵法之力发号施令，将所有族人集结起来。远古战族族长乃贪生怕死之辈，自然不敢反抗，因为他还想着听从老猫，看看能否博得一线生机。于是，不明真相的远古战族所有族人如蚂蚁一般，密密麻麻地汇集在远古战族的广场之上，而广场中心的高台则空无一人，那是他们为族长留着的。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的族长到来，因为他们还以为是族长大人要举办庆功宴，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可当数道身影从高空坠落，随后如死狗一般狠狠地摔落在广场中心的高台之后，所有远古战族族人都傻眼了。因为那些被摔得很惨之人，正是他们所期待到来的远古战族族长以及远古战族的所有顶尖战力。可他们的族长大人以及众多尊贵的长老大人，怎就变成了这般模样？就在他们不解恐慌之际，又有道身影从天而降，落在广场之上，乃是楚风与老猫等人。而老猫更是直接落在了远古战族族长的身上，一脚踩穿了远古战族族长的身躯，踩碎了他的丹田。远古战族族长惨烈的哀嚎响彻广场，远古战族众族人也随之惊醒。一时之间，所有远古战族族人皆是御空而起，但却分为两派，一派直奔高台，攻向老猫，想救他们的族长大人；另一派则是飞向广场之外，分明想逃。可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，只是刚刚御空而起，还没来得及有太多动作，便全部被定在了半空之上。紧接着，老猫微微俯身，伸出猫爪，噗的一声，鲜血四溅，他的猫爪穿透了远古战族族长的脑袋，但并没有夺走其性命。紧接着，远古战族族长发出更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其身体更是剧烈抽搐，是某种特殊的力量顺着远古战族族长的灵魂，正在被吸入老猫体内。楚风，这感觉不对啊，好像不是简单的折磨，怎么好像不只是灵魂，本源也被吸收了？这老杂猫又不是解灵，怎么还炼化本源啊？淡淡问道。确实不是简单的折磨，那力量在与老猫融合，并且极其完美，分明就是为老猫而生。可那有明明是战族的力量，这老猫果然是个滑头。楚风说道。什么意思啊？淡淡不解。我猜远古战族所有族人的体内都有这种力量，那是源自于血脉，源自于传承。老猫当初可能确实有心帮助战族，但却也不是纯粹的帮助战族。战族当初在老猫这里确实得到了好处，可那好处暗藏玄机，你可以理解为老猫在战族先祖体内种下了蛊，这蛊世代相传，而这蛊可以转化成力量，为老猫所用。楚风解释道。我去，这老杂猫还真是阴险啊！那岂不是说还好战族先祖当初没有救他，不然战族早就灭了？淡淡恍然大悟，不敢确定，但这手段确实阴险。楚风说道。而此刻，仙海少羽、小鱼儿，哪怕真龙大人，目光也或多或少有些变化。就算他们看得不如楚风透彻，但也都看出了些许蹊跷。很快，远古战族族长在那痛苦之中生命结束。老猫将猫爪拿出，竟舔了几口爪子，这才将目光扫视远古战族众族人。战族，本大爷送你们的，该拿回来了。话罢，老猫两只猫爪合并，施展某种秘法，小小的身躯快速变大，转眼间化作高达数万米的巨猫。老猫小的时候眼神再凶也就那样，可现在随着体型变大，再加上那凶狠的气息，压迫感变得更足。许多远古战族族人都被吓尿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今日算是活到头了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只见老猫大嘴一张，先是狂风大作，随后磅礴的吸力笼罩整片广场。刹那间，撕心裂肺的哀嚎此起彼伏，远古战族所有族人都在承受战族族长先前的痛楚。救我，楚风，救救我！就在此时，楚风竟隐约听到求饶的声音。楚风顺声望去，是战茉莉。战茉莉此刻已是瘦得皮包骨，那张脸如同贴着屁的骷髅。他伸着手看向楚风，眼中尽是祈求。换做普通人看到他如此可怜的模样，哪怕知道他不是好人，可能也会有些心软。可楚风却对着他露出微笑，走好，仿佛是这两个字也很有威力。战茉莉听到后，先是瞪大了眼睛，随后竟真的脑袋一歪，死了。远古战族的这些人多半是因为修为缘故，支撑的时间都不如战族长久。不过转瞬间，远古战族所有族人都丧失了生命特征。老猫也恢复正常大小，但却没有落地，依旧立于高空之上。
他笼罩天地的气息也依然健在。只见其大袖一挥，所有远古战族族人的乾坤袋都碎裂开来，无数天材地宝散发耀眼光华，齐刷刷地飞向了高空，如同满天星辰一般，将这方大地都照耀得格外明亮。而老猫也是飞落到了楚风身旁，一只手抓住了楚风的肩膀，一只手指向天空道：“楚风兄弟，本大爷能有今日，你是头号功臣，那些宝物你随便选。”老猫这话说得十分大气，可楚风却注意到他最想要的那块铁不在那天空之上。可楚风还注意到，刚刚远古战族族长乾坤袋碎裂后，装着那块铁的箱子分明也飞向了高空，这让楚风心中多少有些失落。这老猫连好的宝物都不愿意给自己，又怎么会愿意跟他去七阶圣府冒险呢？可就在此时，老猫却再度开口：“对了，楚风兄弟，战族处理完了，也该给你答复了。先前你说的那件事，本大爷想好了，我随你去。”